無論你係之前了解過 design thinking 又好，或者你之前對 design thinking 冇了解過都好，都唔緊要。我咧會講解一下 design thinking 係啲乜嘢 ，data-driven design thinking 係啲咩嚟嘅。其實 design thinking 係一個有咗好耐嘅方法。其實 design thinking 係一個創意解難方法，係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法。但一講到解決問題，啲人就會諗啦，你究竟個 method 解決乜嘢級別嘅問題啊？其實講到解決問題嘅話，我諗大家一定會諗起呢個 matrix。其實問題有4類嘅，第一類好明顯嘅問題，即係話基本上個問題 fix 咗嘅，亦都答案都知嘅，你只係想諗多個條新橋啫。呢種唔需要 design thinking。第二種我哋話叫做 complicated 嘅，即係話呢個問題咧係多重嘅、複雜嘅，你唔係好知個答案嘅。當然啦，有啲 complex 嘅 complex 嘅意思係，哇呢個問題 root cause 你都唔知喺邊度嘅。當然最複雜嘅問題就係 level 4啦。我哋話去到 level 4嘅話，呢個問題係不斷會變化嘅，特別係今日嘅社會不斷變化嘅社會，有啲問題個 root cause 不斷變化。其實 design thinking 係專注於以往係專注於解決第2同第3個 level 一啲好複雜嘅問題，但係嚟緊我哋覺得呢個社會呢個世界不斷係咁變化，究竟需唔需要有啲更加強嘅方法咧？ Data-driven design thinking 就可以 address 到呢個 issue 啦。咁所以我哋一陣間會同大家講 data-driven 嘅 design thinking， 但未講之前，我哋簡單講解 design thinking 係一個解決問題嘅方法，解決啲複雜問題嘅方法。你唔知個問題 root cause 嘅方法 design 會幫到你手嘅。而喺 design thinking 解決問題嘅過程裏邊咧，有3個好重要價值觀。由於 design thinking 係一個以人為本嘅解決問題方法，所以係專幫人解決問題。而喺個過程當中有3個價值觀好重要嘅。第一個叫做 empathy 同理心。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喺用家角度、喺 stakeholder 角度了解到佢個問題係咩咧？第二個協作，即係話咧，我哋同佢攜手一齊解決個問題。第3個好重要啦，個問題揾咗答案之後，不斷去優化。所以 empathy、co-create、iterate 就係我哋3個重要嘅價值觀。設計思維今天已經可以用到喺工商界、社福界、學界，甚至乎係公共服務可持續都可以嘅。一般嚟講，用 design thinking 不外乎呢5個我哋嘅範疇啫。第一個做產品服務嘅創新，無論你係商界又好、社福界都好。第二，營銷效果嘅提升，或者係內部提升嘅優化啦。最後啦，就係一個 business model design。呢個咧就係 design thinking 一般嚟講可以用到嘅範疇。design thinking 有3個目標嘅，無論你解決咩問題都好啦。呢個目標就係第一，你要解決到人所需要嘅嘢嘅，所以 design thinking 以人為本。第二 technical feasible， 即係話咧技術上可行㗎，因為 design thinking 要做出嚟㗎嘛，唔係淨係諗啊嘛。最後一樣嘢啦，就係呢樣嘢咧要令到可持續嘅。如果無論你係做工商界又好、社福機構都好，咁你都要你個機構可持續㗎嘛。所以我哋話 design thinking 目標就係滿足到人嘅需求。同時間技術上可行，可以執行得到，最後要令到咧個 provider 係可持續咁發展嘅。其實 design thinking 咧唔係一件新嘅嘢嚟㗎，喺過去已經有好多成功嘅案例。喺過去嘅20年，其實好多好出色嘅機構，蘋果電腦、3M、百事、Samsung、Airbnb 等等都有用設計思維。幾年前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甚至乎出咗個合訂版。就係將佢過往20-30篇設計思維嘅 article 夾埋一篇叫 10 Methods on Design Thinking。所以 Design Thinking 喺高部嘅層面咧，絕對唔係一啲新嘅嘢。但係近年咧 ，Design Thinking 唔單用喺工商界，更加用喺咩？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所以你見到聯合國係推薦大家用設計思維去達到可持續發展目標嘅。咁當然啦。未來主人翁非常緊要，所以我哋講 design thinking 用喺教育層面係點咧？一樣都係啦，聯合國都係建議學童用 design thinking 擺喺 STEM 嗰度，擺喺 STEAM 嗰度，去幫佢自己提升、解決問題，甚至乎達到可持續發展目標。所以你見到其實 design thinking 咧呢個 method 咧已經係非常之有耐歷史啦，亦都非常之受歡迎啦，已經係。頭先嗰幾章講外國，你會話 David 好似好唔落地喎。其實 design thinking 喺香港係非常落地。我諗大家都會可能聽過，每年咧其實職業訓練局咧都會出一本咧叫 Design Thinking Casebook。
每年咧就將佢哋嘅2000位學生做 design thinking 嘅成功案例揀6至8個擺落去，同時間咧會收集下嗰一年香港有邊啲出色嘅 design project。咁我哋非常感恩啦，喺過往4年咧，我哋有5個 case 係擺到落去呢本我哋叫做香港嘅設計思維案例集裏邊嘅，包括係銀行啦、保險啦、航空啦、transport 啦同埋社區發展。而我哋擺落去嘅 project 全部都係有啲係國際論文嚟嘅，我哋擺埋本地，全部都係用咩咧？可量度結果量去量度結果嘅，例如係 revenue、market share、profit 等等等等。所以我諗頭先大家喺啲見到呢幾張 slide 見得到 design thinking 係一個創意解難方法，無論喺國際層面，無論香港層面都已經非常成功㗎啦，已經係。咁呢度大家會諗啊 ，David 咁成功嘅方法點樣用㗎？究竟係其實 design thinking 咧有個4步嘅執行框架，係執行框架，即係話如果你要用 design thinking 咧，4個步驟就搞掂㗎啦。呢4個步驟好簡單，呢4個步驟咧分咗2個大階段。所以咧呢個步驟叫做 double diamond。呢2個步驟好簡單啫。第一個就係首先揾出問題核心喺邊度，第二揾出解決方案喺邊度。所以呢一個解決方案係俾到好多人好容易用設計思維嘅。講個例子，假如你有個問題嘅話，第一步 discover 意思係咩咧？揾出你個難題相關嘅資訊。第二步 define 意思係咩咧？你揾咗咁多資訊裏邊，邊個係重中之重咧？邊個係 root cause 咧？好啦，當你揾到 root cause 之後啦，第3步啦 develop 啦，即係基於個 root cause 去諗出越多越好嘅解決方案。最後 deliver 就係喺眾多解決方案裏邊揀出一個風險最低、成效相對係高嘅。所以解決問題喺 design thinking 嚟講係4步嘅。其實除咗4個部分之外咧，更加重要仲有一樣嘢，就係中間仲有涉及過百件工具嘅。好多人會講 David 咩叫工具啊？我都未聽過設計思維。咩工具啊？設計思維你可能未聽過，但係算術咧一定聽過啦。算術有4個工具，我諗大家都唔知啦，叫做加減乘除。如果同大家講由1加1加1加咗10000次，咁你話 David 玩咩？1加1加1加10000次，我梗係用乘啦，唔用加呢個咁慢嘅工具啦。嗱，乘係工具，加都係工具。咁大家知啊，乘係有效過加好多嘅。咁所以設計思維都一樣，有100件工具。呢啲工具可能係一啲工作表。可能係一啲步驟，可能係一啲技巧，俾你發掘用家需求，揾出分析重中之重，諗唔同嘅解決方案，最後將解決方案做出嚟。所以設計思維點解近年更流行咧？因為唔係一個概念，佢有以人為本嘅一套原則，有3個價值觀，有4個執行步驟，同埋過百件工具。同埋頭先見到喺社福界、喺工商界、喺可持續界面都已經非常合用啦。咁但係隨住我哋話個市場不斷變化，隨住而家需要解決問題越嚟越複雜、越嚟越多變，大家會諗：咦，究竟傳統嘅設計思維可唔可以再 powerful 一啲咧？可唔可以勁一啲咧？咁所以咧嚟緊咧，我就會同大家去講解今日嘅主菜啦 ，data driven 嘅 design thinking。其實